各位啊，经过将近70个小时漫长的旅程，我们王巨派啊一行5人呢，终于抵达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您现在后面看到窗外的夜色啊，就是基辅的夜空。目前这座城市正在宵禁之中，任何人都不能上街。如果要是被街上的这些街上的军人发现之后啊，有权，如果你要上街没有证的话，有权可以把你当场击毙。这是一个正在发生战争的国家。为什么我们从这个东京出发到这里，经历了将近70个小时的旅程啊？说起来也是一言难尽。因为我们是星期天晚上10点钟左右从东京飞往伊斯坦布尔的。因为在俄乌战争之后啊，整个乌克兰的领空全部关闭了，所有飞往乌克兰的飞机也都停飞了。如果要进入乌克兰，只能飞往乌克兰邻近的2个国家，一个是摩尔多瓦，一个是波兰。那么我们呢是从东京飞往伊斯坦布尔，从伊斯坦布尔又转机飞往摩尔多瓦。在摩尔多瓦呢，我们需要到乌克兰驻摩尔多瓦大使馆呢取得一张进入乌克兰的签证。这件事情啊，我们其实是多多少少事后看有点疏忽，因为我们大概从1个多月之前啊，就在日本向乌克兰驻日本大使馆申请签证。因为我们这个签证呢跟一般的签证不一样，我们希望能够申请到一张专门的媒体采访签证，因为媒体采访签证在这里才可以自由的活动。如果你要是拿一个普通的签证到这里头啊，由于是正在发生战争的国家，你其实是没办法进行采访的。现在你只要在大街上，即便是白天，你只要支起3脚架进行采访，不说采访了就是拍摄，马上就有人过来询问你到底有没有证件。如果没有证件的话，你是不能进行任何采访活动的。所以我们在进入乌克兰之前呢，要有2个准备工作。第一个准备工作是向乌克兰的国防部申请一张专门的在乌克兰进行采访的记者证，另外一个就是向乌克兰的大使馆申请一张媒体的采访的这样的一个签证。因为这个签证呢，它跟一般的签证不太一样，所以申请的手续呢就格外的繁琐，所以整个过程大概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其实啊，就是飞机票很早就订好了，就是上个星期天从东京飞往伊斯坦布尔，所以到星期5的时候，我们那个国防部给我们的记者证才核发下来。核发下这个采访证之后呢，大使馆才可以给我们核发的媒体签证。所以当时乌克兰驻日本的大使馆呢就跟我们讲，他说呢，如果你们在日本申请的话呢，我可以在本周2把这个媒体的签证给你们，或者你们直接飞摩尔多瓦，在摩尔多瓦的大使馆呢拿一张媒体签证。当时呢，我们就决定啊不改机票了，因为我们也着急尽早进入到乌克兰，所以我们就从星期天晚上直飞伊斯坦布尔，并且来到了摩尔多瓦。但是到了摩尔多瓦才发现呢，这个其实啊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一点，就这2个使馆他们之间的信息沟通啊并没有那么畅通。所以我们到了摩尔多瓦，要想取得这个媒体签证呢，有很多资料还得重新去准备。所以我们在摩尔多瓦一共待了1天半，才拿到了这张媒体签证。那么在摩尔多瓦的这个大使馆这个地方，我们呢也发现了一些这个经历啊，虽然没有进入到乌克兰，但说白了已经开始进入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范围之内了。我们这里头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是，在乌克兰发生战争期间，每天都有大量的中国人在乌克兰的大使馆门前等待核发签证进入乌克兰。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因为一般人都想的都是中国人从里面往外跑，对不对？那么多中国人进入乌克兰干什么呢？而且这些人是成批的，每天都有。关于他们的故事啊，咱们回头再讲。我们也拍摄了，也采访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本来第1天下午或许有希望能够拿到这个签证，但是在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呢，这个乌克兰驻摩尔多瓦的大使馆突然停电了，没电了。然后他们那个大使馆的院子里有一个巨大无比的柴油发电机，轰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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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发电。发电了之后呢，为了让这有限的电可以完成工作上的需要呢，那屋里头的灯都不能开，所以大家都在那屋里头摸黑等着。但是效率降低了，所以一直等到晚上6点半7点，我们的签证也没拿到。第2天呢，这个队要重新排，
所以我们等到第二天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啊，才拿到进入乌克兰的签证。拿到这张签证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开车开始往乌克兰境内走。但是啊，又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现在全境范围内，就是在安全区、非战争区，现在晚上依然是宵禁。宵禁的话，就晚上到11点钟的时候呢，这路上就不能有车了。我们呢，因为是拿到了乌克兰的国防部的许可的记者证，理论上来讲啊，我们是可以晚上走的。但有一个问题，从这个摩尔多瓦接我们去这个基辅的这些司机啊，是本地的，他们没有这个记者的许可证，所以他们其实是没办法继续开的。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在通往这个基辅的路上啊，有一座城市，我们在那儿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5点钟，我们又开车赶到了基辅。所以我们从东京开始出发，一直到基辅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大概一共花了将近70个小时。应该说这个时间是太漫长了啊！我也算了一下，其实这个时间段我们几乎可以到达全球任何一个地点了，包括南极、北极。如果要是条件具备的话，这时间都到了。所以你可见啊，这个世界现在离基辅有多远？当然了啊，这也不能简单的这么得出一个结论，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自身的条件啊本身有点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团队中间的一个人呢是日本人，他们呢他就不需要签证嘛，所以他可以随时走嘛，就没这个问题了。但是我们呢要申请这张签证啊，确实是非常非常困难。事实上啊，我们大概从2个月之前就谋划来到乌克兰了，但是呢，在申请签证过程中，那真的是一波三折，一言难尽呢。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我们申请乌克兰签证的时候呢，我们还得面临一个问题，由于去乌克兰呢没有直飞的航班了，我们首先要经一个第三国。那经哪个第三国呢？其实最理想的要经过波兰进入到这个乌克兰，但是要从波兰进入乌克兰呢，你首先必须有一张申根签证。那我们当时就想，既然要申请一家申根签证，同时再进入到乌克兰，那我们最好是在欧洲啊也做点其他方面的采访。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在欧洲啊选了一些其他的采访对象，其中有一个比较好的采访对象，好几个啊在英国，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申请英国的签证，再申请一家申根的签证，然后从英国采访完之后飞到波兰，从波兰进入到乌克兰。这个想法想象的很美丽啊，但申请签证的时候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英国大使馆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中国人啊，如果申请进入到英国的签证，审核时间是3个月。3个月啊，你想啊，我们怎么等得起？因为乌克兰的战况1天3变，我们当时非常担心，就这场战争呢，就是如果我们最后所有的东西都申请到了，赶到乌克兰的时候呢，整个战争结束了。当然我们希望这场战争越早结束越好啊，但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申请完签证的时候这场战争结束了，那你想想，对我们个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所以我们非常着急尽快能够赶到乌克兰。所以一听说这3个月，我们心就凉了。可当时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申请爱尔兰的签证。因为爱尔兰的签证啊，你拿到之后你可以进入到英国，同时爱尔兰的签证呢还是一家申根签证，这样它一个签证解决了2个问题。而且很重要的一点，爱尔兰的签证在官网上说只需要7到10个工作日就可以了。所以当时我们又信心满满的准备资料申请爱尔兰的签证，结果把资料递交到爱尔兰驻日本大使馆之后，人家大使馆给我们来邮件了，说啊，你们这批签证啊，审核时间需要8到10周，8到10周，跟英国的签证比起来，几乎又没什么区别了。我们心又凉了。你想啊，这8到10周过去了之后，这乌克兰这边如果要是有进展可以进的话，你说我们怎么办？所以后来我们又把这个爱尔兰的签证啊给撤销了。最后呢，我们就决定申请摩尔多瓦的签证，因为摩尔多瓦呢，大家都知道，在欧洲国家里面是一个相对不太发达的国家，它的签证呢也比较好拿，网上的电子签很容易就拿到了。所以我们就决定别的我们都不想了，第一时间尽快赶到乌克兰。所以呢，我们就申请了摩尔多瓦的签证。那么拿到了摩尔多瓦的签证之后呢，我们就一门心思等待乌克兰的签证。当乌克兰签证之后拿到，我们开始就想办法开始飞赴这个基辅啊，乌克兰啊。
说到这儿啊，我也在讲一下，我们为什么执念于想要来到乌克兰进行采访。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数字啊。我们到了这个基辅之后，了解到一个数据，什么数据呢？就是7年前，就是克里米亚这个当时啊，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时候啊，世界各国也都来这里报道。中国的大量的媒体也在这里进行报道。仅仅中央电视台这一家媒体在这里就有4路报道记者。但是您知道现在在乌克兰此时此刻有几家中文媒体在报道吗？我跟你讲，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一家。中国那些国字头的媒体，新华社啊、中新社啊，包括这个中央电视台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啊，没有一家媒体在这里派出了记者。什么原因呢？很危险吗？我跟你讲啊，在基辅现在非常非常安全，没有任何危险。这座城市现在跟中国的普通城市一模一样。那为什么呢？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觉得这不正常，不应该，对不对？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14亿观众想要了解乌克兰战争的真相，但是没有一家新闻社派出记者在这里进行采访和报道。由此带来一个什么问题？那就是国内甚至也包括海外啊，以中文为阅读主体的这些观众，对整个俄乌战争或者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啊，了解实在是太有限了，实在是太有限了。国内的媒体现在在报道这场战争的时候，基本都采信的是俄罗斯的那些媒体报道。本身当然我个人认为也不正常，一方面这是二手信息，另外一方面这个也不平衡，对不对？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是交战国，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讲，俄罗斯就是入侵国嘛，那么乌克兰是被侵略国家嘛，那你一方面总是采信俄罗斯媒体的这个报道，那这个显然是不正常嘛，你至少应该双方的信息都采信，对不对？甚至你更多的应该采信乌克兰这方面的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是受害者嘛，俄罗斯是施害者嘛。那么这样一来，你想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就是大量的中国人对这场战争中间的信息都是来自于一个入侵者国家提供的信息，立场本身有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么就是这些信息经过了断章取义啊，经过了一些歪曲啊，使得很多中国人对这场战争啊的真正的了解程度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误解，甚至认知偏差。我个人认为这也不正常，也非常非常不正常。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啊，我们通过我们的采访报道，能够从某种角度来讲扭转这些认知偏差，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呢认识到俄乌战争的真相。这就是我们这一个小小的新闻社的历史使命吧，或者说责任感召吧。因为我们跟那些大新闻社没法比，中央电视台有1万多名员工，在全球加起来有上百个驻站点，但是我们呢，一共加起来就这么几个人，3、4条枪。但是呢，我们愿意在这个历史的关头，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视角，更多的了解这场战争，让更多的中国人呢，能够理解这场战争，认识这场战争。那接下来最后我要讲一讲，我们在这里准备怎么报道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什么叫中国人的视角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间的遭遇。大家不要小看乌克兰啊，这里大概有4万名左右的中国人，他们在这里留学、生活、经商，在这里生根发芽。很少的一部分人呢加入了乌克兰的国籍，大多数都是在这里头拿着中国人的身份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这场战争对他们的影响极大，还有很多人，有一些人在这里还受了伤。那么他们的生活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希望去采访他们，通过他们了解到他们在战争初期一直到现在究竟他们遭遇了什么。比如他们一开始怎么撤侨的呀？撤侨的过程中怎么撤离这个国家的？撤离之后到什么地方啊？那么最后他们是回国了，还是又重新回到了乌克兰？还有很多人在乌克兰经商，那么这些商业的项目因为这场战争受到了什么影响？有些商铺、有些工厂都被炸掉了，没有炸掉的人跑掉了，
有的呢没跑掉的，其实也没生意了，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行业。当然了，就我们也了解，有些行业还因为这场战争变得繁荣起来了，商机，还有很多商机。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观察的对象。我们认为呢，因为西方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中国这个族裔在乌克兰的这个存在，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了解，通过我们自己的观察，把这些内容呢呈现给我们中文媒体的观众。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场战争本身，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国内呢有人说，哎呀，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是非说不清楚。那么是非说不清楚，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来到这个国家。当你真正来到这个国家，你真正进行实地采访的时候，我觉得这场战争究竟是因为什么发生，究竟这场战争的性质该如何认定，我认为并不难。我一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我的老师就经常跟我讲，他说离新闻最近的地方就离真相最近。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到了这里。所以在未来这么几十天、10-20天的时间，我们会一直在这个国家，尽我们最大的可能为各位提供报道。当然这里头非常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来了才发现由于这里是战区，所以几乎所有的采访都需要经过许可才可以进行。这个许可就是说你要提交你的采访申请，然后呢你要有正规的那个所谓的提交程序，批准了之后，你才能进入到某一个区域。比如说，我们来了之后特别兴奋，大家知道那个有一架An-25的飞机，对吧？那个飞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架飞机被炸毁了。我们就挺想去现场看看，但是很快人就告诉我了，你得向军方打报告，你打报告人批准了之后，你才能进去，而且你一行中间所有人都必须有许可才能进去，而且要走这个程序。最快也要好几天，所以我们来了之后呢，虽然说马上就进入到了工作，但是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就会把一篇一篇的报道提供给大家。但是我想给大家保证的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个国家进行我们的采访，而且我们的采访本身也没有预设立场，我们能希望通过我们自己客观的报道，能够满足普通的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这种认识需求。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一早，我们要赶赴这个俄乌战争的一座边境城市，它的名字叫苏梅。50个里弗纳收1小时。为什么他帮那个？他们俄军可穷了。不是他为什么帮乌克兰的老百姓去收西瓜？乌克兰老百姓打工去了。他直接把西瓜收走不就完了吗？没人，他收走了，没人给他发工资他要西瓜没有他得挣钱的。他用俄罗斯不能挣钱吗？部队没什么钱。他去给乌克兰的老百姓去打工去，就是乌克兰的老百姓当时还没撤走。对，那没有，这是在他不走的。